赵丽颖，这次恐怕真要打败孙俪了。有谁和她姐一样，只要在抖音刷到知否，就会停下看完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知否也开始像《甄嬛传》、父母爱情、武林外传、琅琊榜等电视剧一样，成为网友口中刷抖音途中的拦路石。而最近一个年度排行榜也证明了知否的耐看。酷云互动官微发布，知否成为了近5年来古装剧的收视冠军。好剧就是这样，值得一看再看。这也不禁让我想问，这些剧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让人只要瞥一眼就会沉浸进去，难以自拔？而这篇文章就来聊聊所谓神剧的共同性，又何以经典永流传，融于生活？很简单，看一部影视作品是否成为经典，就看它有没有融入到众人的生活之中。只要你细心观察，就会发现，这些神剧除了久居播放清单，还会因为各种奇怪的原因登上热搜。几天前，春晚播出，微博突然出现了一条热搜：知否春晚篇。原来，春晚节目组邀请了知否中明兰和如兰的扮演者赵丽颖和张嘉明，却没有邀请他俩在剧中的死对头莫兰扮演者诗诗。于是，网友立马基于剧情，开始用剧中人的经典台词进行调侃。大娘子，那帖子上只说要如兰明兰去，我还非要加一个，我有多大的面，此等大内盛会，旁人求都求不到。莫兰若是想去，也得有本事让人家下帖子请啊。莫兰，都是一个爹生的，怎么你们去的我去不得？不过瞧着我是个庶出的，左一句右一句的拿言语来糟践我，好，我本就是个多余的，何苦生在这个世界上碍别人眼睛？我死了算了。林噙霜，官人，你能不能去跟官家说说，让莫也登台赋诗一首？那么多的贵眷在呢，咱莫儿的才情不能埋没了呀。明兰，四姐姐也想去啊，那我就让春晚导演也给姐姐送一份帖子过去。春晚导演对我无有不依的，不过一句话的事。不瞒你说，他姐在看到这些评论时，完全是按照剧中人的语气念出来的，不仅能完整背出台词，还能让网友熟练使用扎堆玩梗，可见知否的受欢迎程度。但这样的国民度在《甄嬛传》面前还是小巧，知否只是台词被记住，而早年《甄嬛传》播出后，甚至直接出现了甄嬛体这一文体。一部好剧对观众的影响不仅是台词，还有剧情。记得有段时间全网热议迪士尼，很多人在问中国有没有可以开发的主题乐园 IP 呢？有网友就提到了《甄嬛传》，瞬间大家开始热议《甄嬛传》哪些内容可以用来开发游乐项目。而同样凭借剧情出圈多次的，还有《武林外传》。网上有句话叫没有《武林外传》蹭不上的热点。年前疫情放开，大家陆续感染新冠后，不仅《甄嬛传》李宝娟我的嗓子就梗新用再次火遍互联网，《武林外传》中众人生病的情节也被拿来调侃自己1周内的身体变化。还有最近一个《武林外传》预言《流浪地球2号》的热搜，虽然有些强行将二者扯到一起，但更表明了网友喜闻乐见讨论这部17年前的情景喜剧。那既然好看的剧这么多，为什么偏偏知否、《甄嬛传》、《武林外传》等剧能被网友一次又一次的提起呢？我想最落地的原因，应该就是陪伴感。如你所见，《甄嬛传》78剧，知否76集，《武林外传》80集，这些神剧的剧情无一不是时间跨度长，故事起伏大，包含内容多。又因为剧情好看，除了可以提供观众足够多的玩梗素材，也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随便点开一集，就能瞬间走进剧中人物的生活片段，一集一集看下去。就像网友说的，在看这些剧的时候，就像在和他们一起生活。观众会随着甄嬛的后宫位次而起伏，会觉得自己也是同福客栈中的一份子，
会为明兰从一个庶女逐渐成长为一个侯门主母而欢喜。看得多了，陪伴久了，自然也就说起台词来滚瓜烂熟，玩起剧情来得心应手，高于生活。当然，如果仅仅是追求陪伴感，作为吃饭时的背景音，这些作品还不足以成为神作。更难得的，这些剧的剧情可以让我们挖掘更多的内涵来。首先便是情绪价值，比如《武林外传》。在明代关中地区的一个小镇客栈里，生活着一群身在江湖却想着逃离江湖的客栈班底。风情万种的掌柜佟湘玉，武功高强的跑堂白展堂，一心闯荡江湖的杂役郭芙蓉，爱做菜更爱学武功的厨子李大嘴，手无缚鸡之力却成为关中大侠的账房吕秀才，善良勤快的祝无双，名为五岳盟主10位小丫头片子的莫小贝。围绕着这个客栈，发生了太多惊险刺激、热闹折腾的故事，但他们却总能逢凶化吉，并且始终关心着彼此。因此，观众也能从他们相处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善待，好像自己也作为客栈的一份子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而这种用群像剧情带给观众情感力量的，还有目前豆瓣评分最高的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。双门洞5个家庭的友情、爱情、亲情足以跨越年代、跨越国籍，让每位观众都能投射自己，并被剧情治愈。再比如《父母爱情》里，海军军官江德福与富家小姐安杰共同克服了出身的差异、文化程度的悬殊，相濡以沫、风风雨雨的故事，也让观众像是陪伴他们过完了一生。而如果说这部剧受欢迎，是基于观众对美好故事的向往，对真挚情感的渴求，那么《甄嬛传》《知否》等剧就在于扎实的剧情可以给人更多的解读空间。记得《甄嬛传》刚播出时，网友看着甄嬛从一个常在一步步成为皇贵妃，无论是待人处事的能力，还是内心世界的成长，都像当代职场的生存之道，因此还将其戏称为古代版杜拉拉升职记。而近几年，观众又开始将目光从甄嬛转移到各种配角，发现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我们品读分析。也难怪有人说，一部《甄嬛传》养活了一大半视频解读 UP 主。而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《知否》上。虽然和《甄嬛传》一样，也是一部讲述女主成长的作品，但《知否》更加日常落地，围绕着家长里短，因此更贴近普通人。所以剧中有很多台词都堪称生活哲学，比如他姐最喜欢的“依我看，读书无用”这话都是骗人的，若是真无用，那怎么天下男子都要去赶科场？难道是闲得慌？我觉得这句话不过是那些男人们希望女人们一辈子浑噩愚昧、乖巧听话、好摆布。再比如，既入穷巷，就应及时掉头才是，切不可等一世消磨，悔之晚矣。人生在世几十年，家族上百年，朝廷更迭，何有尽头？若亲眷不能克己复礼，携手共度，眼下的经营终究是梦里黄粱，随时倾覆。与人相守，最终依靠的还是那最低处，品性的最低处。与人相守几十年，终究还是要看看最低处的那儿能不能忍得下去。眼睛是常在前面的，本就应该向前看的。来这世上一遭，本就是要好好过日子的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不仅于好看，更在于他们的剧情高于生活，在冰山下有更多体量让观众去品读回味。《武林外传》如是，《甄嬛传》如是，《知否》亦如是。经典从何而来？发现没？在上述讲解中，我们都是基于剧情分析。是摄影、音乐、演技、美术都不够优秀吗？当然不是，恰恰相反，这些经典作品的其他板块同样扎实。《甄嬛传》全员演技巅峰，孙俪自不必说，网友甚至笑称说甄嬛的演技还没孙俪的好。而近些年来，网友开始发现，
原来陈建斌饰演的皇帝才是全剧的定海神针。此外，像拽飞叶澜依的扮演者热依扎、瓜尔佳、文渊的扮演者唐艺昕，虽然都是第一次出演电视剧，但毫无青涩之感。知否的导演张开宙本身就是摄影出身，在这部剧里，为了使画面更贴近古人生活，他特意在拍夜景时完全使用蜡烛照明，这才使得知否有了耳目一新，区别于其他的古装剧的质感和氛围。父母爱情的主创们为了最高程度地还原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的质感，走遍了整个山东半岛，最后租了块没有现代建筑的地方，以1:1的比例搭建了一个海军大院。而即便是被网友戏称大场面都靠嘴输出，所有场景都只发生在一个摄影棚里的情景喜剧《武林外传》，也能凭借精彩的剧情、成熟的演技，让观众丝毫不觉乏味。而之所以我们没注意到这些板块的优秀，只是因为在创作开始，导演就是让他们为剧情服务，本就不该引人注意。一切操作都只为呈现出更好的作品，才是一部影视剧创作的正确过程。而我们如今一些影视剧最引人注目的创作过程都是些什么呢？高额片酬、征番丝 X、注水剧本。再好一点的，开始宣传自己的服道画有多精致大方，但这种看似用心的服化道，也只能作为锦上添的花，成不了雪中送的炭。剧情不够吸引人，演技不能信服人，终究是本末倒置。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无他，只因创作目的不再是更好的作品，而是更大的市场。在这些剧的创作过程中，我们看不到对戏剧的热爱，对创作的热忱，只有对利益的追逐，对市场的媚俗。单拿为了吸引更多粉丝请流量明星这一个操作来说，就得应付番位争夺、档期配合、戏份删改等问题，还要承受拍摄过程的种种限制，这就已经侵扰了创作环境。更别说因为高额片酬而压缩的制作费用。所以近些年的国产剧才会逐渐进入了一个怪圈，越是大流量、大 IP、大制作、大宣传的作品，最后往往越会扑得轰轰烈烈。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曾经在网上招摇过市，却因为某个演员出现问题，最终踪影全无的影视剧。今日轰轰烈烈，明天就可能销声匿迹，因为市场始终在变，而流量明星的商业价值也可能是泡沫，而他们的并排而立，就是一个个让人警醒的墓碑。那什么才是市场颠扑不破的真相呢？是好的作品，哪怕没有流量演员、宏大制作，一样会被观众看到。最近刚大结局的《狂飙》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。全剧没有一个流量演员，主角张颂文甚至是租房生活，却能在播出后豆瓣评分9.1，一再登上热搜，掀起全网追剧潮。为什么？因为剧本优秀，编剧团队以真实的社会事件和民生问题为素材，历时2年多用心打磨剧本。因为演技在线，饰演大嫂的高叶10年配角无人问，一部狂飙天下之。因为故事新鲜，导演没有追逐市场拍摄所谓的古偶、仙侠，而是坚持立足现实题材，在社会热点中找灵感，这才成就了一部观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既然选择追逐虚假的商业泡沫，就要接受泡沫随时破灭的后果。而只有踏实用心进行创作，观众自然就会向你奔来。其实他们并非不懂这个道理，只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幸好我们作为观众也可以做出选择。